方面我瞄准了呢，来到我们武林风，接对摔，再接对摔。日本第一蛮横武士横空出世，他不知死活来滑踢馆，扬言3个月之内横扫中国擂台，打败中国搏击战士，结果被中国的死神方便踢断3根肋骨，疼得他在地上打滚，哭都哭不出来。从这家伙的表情可以清晰看出，此时的小鬼子非常的痛苦，不堪生不如死。肋骨被踢断的小鬼子依然十分不老实，静养2个月之后再次选择来滑踢馆。中国降龙罗汉白进斌坚决不会轻饶他，果断打爆日本第一知名武士的脑袋和眼睛。这一次小鬼子所遭受的痛苦丝毫不亚于被方便踢断肋骨的那一次。面对来滑踢馆的小日子就该这样打。接下来就带大家回顾一下比赛的过程，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第一知名武士，他就是传说中宁死不投降的日本死士。没想到短短来滑踢馆几个月就被打得肝脑涂地，怀疑人生。可以质疑中国选手的实力，但坚决不能够怀疑中国选手对待日本选手的态度，能直接将其打死那就坚决不会留活口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死神方便的精彩表现。白色短裤是死神方便，蓝色短裤是日本武士工藤勇树。蓝方呢是来自日本的工藤勇树。我们知道方面呢来到我们武林风是实战全胜，他今天的比赛叫孤独求败啊，实力太强大了，哈哈哈哈。该说不说工藤勇树的胆子是真挺大，第一次来滑踢馆就敢点名挑战死神方便，难道他不知道方便的真正实力吗？从比赛一开始，工藤勇树就不占据优势，一直在被方便肆意吊打，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，甚至连呼吸都不敢大声。这得摔，双方的实力差距还是有的。我们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打到这一届进行了5届，那么在前届比赛当中，男子80公斤这届比赛，孙武曾经出战过。那么在第3届啊，就是现在在场的方面，迎战了来自巴西的布雷特胡顿。死神方便的连胜战绩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最起码是方便用真切实际的拳头打出来的。面对眼前这位来滑踢馆的日本武士，并且还在赛前口无遮拦扬言方便的战绩是假的，这就把平时好脾气的方便给激怒了，是要把工藤勇树打报废，以此来维护中国擂台的和平发展。就像争霸赛了。这场比赛的胜负并没有太大的悬念，只是我们看到传说中宁死不投降的日本武士，除了能硬抗方便进攻不倒下以外，其他什么进攻方式都实施不出来，不是被揍就是在被揍的路上。对拼的时间短就可以显现得如此清楚，真要是对拼的时间长了，那么等待工藤勇树的就只有被打断胳膊被打断腿的命运。完了后面去的动作没有跟上，这场比赛俨然成了10连胜方便的一场表演。接着对跟上去，就是在你一个进攻一个下劈也好，高边也好。小乔死神方便看不起中国功夫的工藤勇树，此时的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事情的危险性，他只想着如何快速打败方便，却没想到此时的方便已经起了杀心，随时都可以把工藤勇树的小命无情剥夺。人生有许多难关要过，唯有方便这关最难过，很多选手都无法跨越方便这座大山。毕竟红方选手方面呢，获得过3届的全国锦标赛的冠军，可以说在这个级别当中是没有对手，更何况是日本的工藤勇。不管工藤勇树在日本擂台的战绩是有多么的显赫，地位与威望是有多么的高大，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丧家之犬，等待他的就只有被打飞的命运。方便还没有使出全力就把工藤勇树打得默不作声，真要是使出全力的话，恐怕工藤勇树早就被打成了废物，被抬了下去。漂亮一个转身后兜，这一工藤勇树就是岔气儿，我们所说在比赛当中出现的啊，就突然的一记打到腹部之后，一个岔气儿，我们场台码头又给他进行了这个强足。死神方便就像是在欺负小孩子一样，无论实施什么样的进攻招式，都可以精准命中工藤勇树的要害部位。别看是简单的一次进攻，其实方便所打出的每一次攻击都可以给工藤勇树带来毁灭性的打击。
这又一脚又一脚。我们看到现在工藤永树已经估计这次复刻就要痉挛了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这已经是第3次强攻。这样的话，看到工藤永树被方便打断了3根肋骨，此时的中国观众非常高兴。注意看，这一脚又准又狠又稳，丝毫不拖泥带水，直奔工藤永树的肋骨而去。确实是连续3次重击击在腹部上。下面宣布比赛结果：红方优势获胜，红方优势获胜。接下来这场比赛才是整个视频的点睛之笔。工藤永树静养2个月再次来滑踢馆，结果肋骨的伤势还未完全恢复，大脑的伤势就再次给他增加了一处。白色短裤是日本武士工藤永树，红色短裤是降龙罗汉白敬斌。拳加一个高鞭腿，我们看出来我们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启动跟爆发力非常好，很突然。哦，日本选手的一个组合拳也打中了。我相对来说，他的虽然白敬斌的名气没有方便大，但方便的实力并不比方便少多少。真要是方便能快速把工藤永树的肋骨打断，那么白敬斌照样可以在短时间内给予工藤永树天大的重创。无论是身体那个部位，白敬斌都可以快速击破，从而找到破绽，对其进行针对性且具有精准有力的进攻。在找机会，白敬斌在找机会，找机会给予重击。还是要防着对方的袭击。对，好，重拳击腹。内围搂抱只能救得了工藤永树一时，并救不了他3个回合9分钟。白敬斌的精准击打一刻都不敢怠慢，时时刻刻都在往工藤永树的身上使劲输出，拳法进攻、腿法进攻，还有膝法进攻，随时都可以向工藤永树发起最后的致命一击。不过他需要一个距离，距离打开之后腿蹬直，这样才能把我们最大的力量释放出来。有距离就是突然性，对，很突然。面对频繁搂抱的工藤永树，白敬斌的上勾拳也在不断使出。只要小鬼子敢实施搂抱规避伤害，那么等待他的就只会是上勾拳出击。比赛时间过得非常快速，很快就来到了第2回合。差点没坚持住第1回合的工藤永树，殊不知第2回合才是属于他的噩梦和地狱。比赛呢，我们也将会随着比赛的进行，给大家一一来介绍选手的情况。怎么打伤了？第2回合才刚开始，工藤永树的大脑和眼睛就被打爆了，怪不得是中国散打界的吉祥2宝。死神方便打断了工藤永树的肋骨，然而白敬斌则是选择打爆工藤永树的脑袋。这2处伤势足够让工藤永树老实个3年5年，最起码在医院养伤就要2年多才能完全恢复。吉祥2宝的操作属实让所有人看呆了眼睛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白敬斌和死神方便打几分？